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1月18日。今日借一單咧娛樂花邊嘅新聞去講下咧香港同埋中國嘅近代經濟史嘅發展，呢個真係犀利啊！咁點解咁講呢？即係因為咧話說咧有一個豪門家族啊，咁啊就係大生銀行嘅家族。同我同鄉嚟喎，潮州潮陽人喎，就係馬青亨，咁啊太平紳士，咁啊馬青亨而家就係咧大生銀行嘅董事局主席嚟㗎，咁你就睇到啦。咁其實咧馬氏家族咧馬青文啊、馬青秀啊、馬青進啊等等，仲係其他嘅董事局成員，即係話呢間銀行咧係香港咧而家較少數啊，仍然係維持咗家族管治嘅一個機構。咁啊呢一個馬氏家族到底係咩環境咧？咁啊因為咧報章咧有一個話新聞。有一個小三就公開咗咧，為佢住億元嘅豪宅不特止，仲幫馬青亨咧就生咗咧4個細路仔喎，咁啊有錢佬包養小三就並不是什麼新聞啦，甚至乎馬氏家族嘅始創人啊馬錦燦啊自己都一妻多妾啦，所以佢先生咗咁多個細路啊嘛，咁多個馬氏家族嘅成員啊嘛，其實就本身咧妻妾成群嘅，咁呢個就並冇咩太特別，咁但係當然啦，有錢佬即係我認為啊。如果要包養小三，你就要分啦，功能性嘅小三啊，定係傳宗接代嘅應該要分清楚啊。如果功能性嘅就譬如話揾啲 model 啊、明星啊、網紅啊，咁樣貌啊、身材啊各方面啊，或者其他嘅技巧功夫啊，有一定嘅能力嘅，咁你就包養呢一啲小三係純粹功能性嘅、娛樂性嘅。咁但係唔係嘅，你係可以希望開枝散葉嘅。咁開枝散葉咧就應該係揾一啲有才學嘅咁因為咧遺傳咧係會影響噶嘛 ，DNA 有好大嘅影響喎。譬如話奧運嘅金牌選手啦，咁起碼體能上有佢嘅遺傳，或者職業運動員啦，又或者藝術家，或者咧係一啲學者，咁咧你能夠咧希望自己嘅仔女係繼承到自己優良嘅基因，同埋咧另一半優良嘅基因先得嘅喎，咁否則嘅話咧，你揾一啲純粹係樣貌過人嘅，咁咧可能咧就會導致富不及三代。所以中國咧傳統有所謂富不及三代，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希望咧包養一啲即係樣貌出眾嘅、身材出眾嘅，結果生出嚟嗰啲咧就基因上咧承接唔到上一代咧嗰個父輩啊、父祖輩嗰種咧優良傳統喎，拉低咗個平均水平喎，咁呢個可能係咧傳統富不及三代咧嘅一個原理嚟嘅。咁我以前好多年前喺20年前咧就幫新華書局咧就解釋中國經濟史上富不及三代，其中一個原因係呢一點啦，當然唔係唯一一個原因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建議就俾馬青亨啦或者參考下啦。而家咧佢被小三咧就爆出嚟，咁其實就會俾人笑到面黃噶啦有錢佬包養小三唔出奇，但係小三咁高調咧就極之少數嚟嘅咁而且高調仲要顯露純粹係為咗錢，純粹係為咗即係南方嘅一個豪門家族咁如何，咁呢個咧一定係俾人笑爆。呢個唔係今日想講嘅重點，今日係講馬氏家族咧個發跡史喎咁馬青亨咧仲有一個即係同胞㗎，仲有一個就係家族成員就係馬青儀係無線電視嘅藝人嚟㗎，做過天龍八部㗎咁大家都熟悉嘅，咁早年咧就過咗身啦，咁所以馬氏家族咧開枝散葉喺香港咧，或者係中國近代史咧經濟有一定嘅影響力嘅。咁咧賓夏武志教授日本學者，咁就其實寫咗我而家手上呢本書啦，呢本書咧就有講到香港是如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呢本書就係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嘅市場圈。咁裏邊咧有一啲資料喎，同我咧當年咧做過演講咧。其實裏邊有好多資料都係承繼，譬如話咧，以呢個嘅1889年仲係清光緒年間嚟嘅，1889年喺香港透過香港嘅外國銀行總存款有幾多錢呢？如果以1000美元計咧，就應該係23,882千美元啦。咁呢個都係相當犀利喎。以當年咧，即係講緊幾百美元就可以買到一間屋一個單位嘅話咧。喂，即係呢個係23,000幾千美元，1000 US dollars， 咁呢個係相當犀利。而當時咧，香港登記嘅公司咧就有63,922千美元，咁即係呢度講緊幾千萬美元喎，幾千萬美元咧一個庚子賠款都冇呢條數啊，咁即係喺香港寄存嘅公司比起即係呢個嘅過去幾次嘅賠償。
比外國不平等條約咧仲要多，所以喺香港清光緒年間咧，由1880年代開始咧，已經成為咗國際金融中心，呢點咧係即係無可質疑噶啦。咁啊唔單止係咁啊，仲係咧成為呢個嘅東南亞以及全球華人咧郵政匯票嘅一個中心，因為咧當時咧喺晚清太平天國運動以後，全世界咧都有中國嘅華工嚇，喺南洋有中國嘅華工，喺北美洲加拿大舊金山有大量中國華工嚇，喺呢個嘅新金山喺澳洲又有中國嘅華工，喺利物浦又有中國嘅華工。咁呢啲華工咧係經過香港咧去匯票嚇，匯一啲錢咧翻嚟咧係俾鄉下嘅同胞嚇，尤其是咧係廣東啦、福建啦，以及咧其中今日講嘅重點就係潮州、潮陽、汕頭呢啲地方嚇，成為咗咧呢個匯票嘅中心。咁所以咧，你睇呢個嘅舊新聞，你就見到啦，喺1949年嘅時期，呢個嘅馬青亨嘅早上啊嚇，就係馬錦燦咧。就係嚟到香港咧，就發展咗一段時間噶咯，咁啊開始咧轉入去高調啦，因為已經發跡咗啦嘛，咁所以你睇下舊報紙舊新聞咧，你見到哇喺1949年嘅9月7號，你見到咧呢個馬青亨咧，其實個樣咧同即係佢個祖先呢個嘅馬錦燦咧。個樣係有相似嘅，個頭髮髮型都似嘅，就做咗中華總理啦。呢個馬青亨咧就首任咗總理，咁啊就講述咧佢哋係潮陽人嚟嘅。咁啊而喺汕頭咧就係發跡，就係開呢個嘅錢莊喺汕頭。咁喺汕頭開錢莊之後咧，就係負責做咩咧？做啲匯票，將啲錢咧匯入去。即係呢個嘅中國大陸內地，尤其是潮州嘅一啲兄弟就因為咧嗰啲人咧喺外國度寄啲錢去香港，然後再經香港咧再運啲錢去汕頭，所以佢喺汕頭度咧係就搞呢個嘅錢莊就叫做有法錢莊。咁呢個有法錢莊咧就係做外匯黃金呢啲嘅事業嘅，就係因為啲人咧就寄啲匯票入嚟啦。第二咧就有啲帶啲黃金翻嚟有啲咧喺海外華僑賺咗啲錢啦。喺舊金山掘咗金啦，然後咧就拎啲黃金翻嚟鄉下咧起屋買屋，咁就要做黃金嘅寄存啦，同埋做黃金嘅兌換，咁所以咧就賺咗一大筆錢。咁然後咧1936年嘅時期咧，佢哋就嚟咗香港發展啦。咁你從呢個嘅舊報紙裏邊咧，亦都睇到解釋點解佢要嚟香港發展嘅。佢下邊呢一段咧就講話香港咧喺嗰陣時已經成為咗國際金融中心噶啦，咁所以咧嚟呢度發展咧就係理所當然嘅。就因為咧如果淨係做潮州咧，你淨係做嚟做去都係啲格技楞嘅生意，咁所以咧佢就決定嚟香港啦。就做整個華人嘅生意，咁喺香港喺邊度做生意呢？就喺文咸西街、文咸東街一帶，咁就喺當時咧文咸西街咧創立咗大生銀號，就由呢個嘅普通嘅匯票生意，淨係針對潮州商人，因為除咗潮州嘅商人同埋呢個嘅華工之外咧，為廣東省用過大量嘅華工喎，福建省用過大量嘅華工喎，咁所以咧佢就嚟埋香港開。就喺文咸西街度開，然後咧就吸納晒整個華人嘅華工匯票嘅生意咁然後咧就喺香港度發達嘅，咁啊所以1949年咧就第一次做咗東華三院嘅總理，躋身上流社會啦。因為東華三院咧亦都係咧近代經濟史咧一個重要題目嚟噶，好多嘅華人咧就嚟到香港咧都會加入東華三院，就成為高級華人，就可以咧同呢個嘅英國人分庭抗禮喎咁啊所以咧就成為咗。即係大生銀號嘅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一個艇仔啦。咁然後1961年呢，隨住香港經濟嘅起飛50-60年代大量嘅難民湧入，大量嘅資金，難民咧就帶咗好多資金嚟。啲難民唔係全部都係啲窮苦人家嚟嘅。當時嚟香港咧，尤其係上海，咁就有好多有錢人咧就嚟咗香港嘅廣東、廣州嘅有錢人嚟咧就要想辦法咧投資。咁所以咧，呢個馬氏家族咧喺呢個時候咧就係接收咗好多嘅投資資金啦，咁啊就慢慢咧就變成咗喺中環開咗呢個大生銀行，由文咸西街嘅大生銀號變成咗中環嘅大生銀行，咁呢個亦都係佢哋嘅發跡咁然後咧，亦都喺呢個時候咧60年代香港咧金融業就起飛不特止啦，仲係地產業又起飛咯咁所以咧地產又起飛，銀行又起飛，咁所以咧就開始投資銀行業，開始投資銀行業以外嘅一生意就係搞地產啦咁所以咧呢個嘅大生家族咧喺呢個時候咧又繼續發達咁就開始咧進軍地產界，咁啊投資咗好多錢，咁佢哋咧係相對保守嘅，比起其他嘅華商家族咧
就唔算係話大展拳腳。咁啊，只係咧買咗地啦，買啲商鋪啦，然後咧呢個東華三院做啲慈善活動。咁啊，加上咧呢個馬氏家族咧就係專心做呢個嘅保險商。隨住香港地少人多啦，越嚟越多人咧有金器又有錢發咗達啦，咁就要寄存保險商。咁但係後來咧啲大嘅銀行咧就唔做保險商噶啦，即係啲匯豐渣打嗰啲咧就越嚟越收縮嘅保險商業務。但係咧佢咧就繼續專注做保險商，所以咧穩定嘅租金收益咁但係咧又唔係好高風險嘅投資。當其他譬如話東亞銀行恒生銀行或者係其他嘅銀行咧，就積極北上發展咧，佢仍然專注咧做香港嘅保險商服務。咁所以咧，佢就冇喺中國嘅即係改革開放裏邊咧賺大錢，但係咧亦都避免咗咧陷入咗呢個嘅債務危機。而家中國嘅房地產債務爆破，咁佢哋咧就即係相對能夠咧置身事外嘅一個傳統華資家族唔係好似其他家族咁咧，被時代淘汰啦。廖創興大新，即係另外個新舊嘅新嗰啲或者恒生嗰啲就俾時代淘汰，或者俾其他人咧合併或者係好似中銀咁13行合併就冇喎。咁佢仍然咧能夠保持到馬氏家族咧嗰個家代承傳。咁呢一點咧亦都係相當罕有嘅喺中國近代史上面。咁有錢佬亦都係啦。當你有錢，你做東華三院啦，做東華三院嘅好處係咩呢？其實呢，就晉身入去，第一就係另眼相看啦，第二呢，就係可以喺裏邊呢識到更多其他有錢佬，可以繼續呢做存款嘅生意，做融資投資嘅生意。咁所以呢個馬氏家族呢，厲害嘅咁但係呢，去到而家呢一代咁爆出包養小三呢件事，包養小三其實係微不足道嘅，咁但係包養小三嘅傳統智慧話俾我哋知要低調。第一，第二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啦。如果你包養小三純粹為娛樂嘅功能性嘅冇問題，但係如果要傳宗接代咧，喂佢生出嚟嘅仔女咧，如果咧啲同學家長知道個阿媽咁高調做人哋小三然後網上做網紅如何咧，就一定會影響到仔女嘅成長㗎喎。呢個咧係包養小三咧都係要考慮嘅。咁但係包養小三有好多模式，有錢佬通常就所謂何鴻燊模式就係一房二房三房四房幾都好佢哋互相咧能夠係即係知道大家嘅存在互相咧能夠彼此咧係共存嘅呢一種咧就何鴻燊模式。何鴻燊咧就繼承咗中國自即係古代以嚟嗰種啦，所謂一妻多妾制咁但係咧另外一種模式就瞞住個正室去出邊包養小三，呢啲就絕對不道德噶啦。因為前者一妻多妾制咧，雖然而家香港法律唔容許啫，咁但係大家默許呢一種默契共識。其實係相安無事喎，大家各取所需嘅啫。但係如果你瞞住個正室出去包養小三，而且生埋仔女嘅話咧，呢個咧絕對係不忠啦，就一定要嚴厲嘅，即係受到社會嚴厲嘅譴責啦，至少仔女亦都會受到人哋嘅批評批鬥。咁呢個當然係唔好嘅。你話如果一時因為愛情錯亂，咁呢個都情有可原啦。咁但係唔係嘅呢個純粹係即係一個肉體同埋被包養照顧嘅關係，仲要生埋仔女咧，呢個咧就係玩還玩，就唔好玩到有手尾嘛。呢個傳統智慧，所以呢個馬清亨咧，喂，佢就係而家仲係做東華三院嘅，而且咧仲係咧小學嘅校董嚟，因為佢係馬氏家族嘛所以即係你諗下讀馬錦燦學校嗰啲同學情何以堪咧？佢裏邊嘅教職員就情何以堪咧？呢一點咧都不得不考慮咧。你要家族名聲嘅，其實你有 credit 嚟嘅。呢個家族名聲嘅 credit 咧，佢父親或者佢兄弟之間其實都好多有多妻多妾嘅。咁但係就唔係玩到即係俾嗰個小三咧可以網上咧借你嚟宣傳，然後咧仲要 discredit 到你嘅家族，呢點咧就應該要注意一下。咁所以咧，從呢個嘅家族咧事業就講到中國經濟史嘅課題。所以有人再話俾你知，喂，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係靠阿爺嘅，係因為啲中資央行佢哋咧或者係嗰啲國企嚟香港上市而搞到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完全係錯啦。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就早喺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已經係國際金融中心，甚至乎咧喺中國現代第一個鈔票銀行發行嘅鈔票就係嚟自 Canton Bank， 就係香港嘅商人咧即係呢個英資嘅商人喺香港度發行嘅。而現代第一個銀行就係香港上海香港匯豐銀行咁所以香港作為中國經濟史一個重要嘅推手咧，
呢個其實喺清朝咧以嚟已經有啦，已經係厲害嘅啦。咁所以呢啲係百年嘅祖宗基業，就唔係話改革開放以後點點點嗰啲咧，就係一個文宣宣傳嚟嘅。正如我以前考證過啦，呢個嘅索羅斯大鱷追擊港元，唔係靠中央大力支持打退嘅，係靠本地呢個嘅任志剛金管局以及咧當時嘅財政司曾蔭權甚至乎中央事前都係並不知情嘅。咁我已經咧以往咧用過董建華啦、曾蔭權啦、曾俊華啦、任志剛咧當時嘅訪問啦，以及立法會嘅文獻咧係解釋過，但係到今天咧仍然有人咧係被文宣咧誤導而得出錯誤嘅歷史觀，所以今日咧就要同大家破障啦。好，今日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學到一啲嘅東西咁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仲有中國近代史課堂，15美元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重溫，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喂，如果你上我課堂學到多少東西嘅話咧，我感激你哋，或者睇我影片咧學到多少東西可以積極考慮下參加會員，YouTube 會員都係同樣睇到內容嘅。拜拜。